现在来到了这里是丹麦的第一个景点，这边是菲特列堡城堡。看一下它这边的这个花园，超美丽的。城堡是建立于西元1560年，在1620年的时候正式完工的，距今已经是400多年的历史了。当时的一个国王，他是为了要送给一个女生，然后跟当初的庄园老板用一个森林去换来的这个庄园，真的是爱情的力量太伟大了。儿子继任他的王位之后，开始把城堡建立成一个王宫，一直到19世纪的时候，丹麦政府正式把王宫改建为皇家博物馆，才开始对外开放参观，距今也是100多年的历史了。菲特列城堡这边有着北欧的凡塞尔宫之称，看一下这个外表就已经是非常的壮丽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它跟凡塞尔宫一样，是在前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喷水池。历史久远的这个城堡，现在已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了。里面的这个建筑超华丽的，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丹麦王朝是多么的富裕，竟然一个私人的庄园就可以盖得那么的富丽堂皇，真的是超强的。当初那个年代只是一个人拥有的一个庄园哦，并不是国家的产物，这是私人的。这个很像是世纪帝国会出现的铠甲，以前贵族就要去跳舞的时候穿的衣服，连小朋友都要穿这样，非常的正式。城堡保持得很完整诶，它竟然有4层楼，全部都可以开放参观的，而且只需要1张门票。现在来到第2层楼，这边是一个教堂。哇，就连这个管风琴桌都有非常多的这种天使的雕饰。完全不留任何的痕迹，全部都是这种金碧辉煌的雕刻哦，还有这么大的一个画作，是开放2楼让大家来参观而已。现在这个教堂是已经没有在祷告的，整个墙面挂了很多这个盾牌，应该是代表当初的一些骑士团吧。这个教堂是在17世纪的时候成立的。为了给第一批的丹麦国王，果然就是皇室的教堂，跟一般我们去参观的教堂是不一样的。教堂的另一边有一些雕像，还有以前古代维京的一些画作，丹麦以前维京王朝的时候遗留下来的东西。这个就是城堡的缩小版，这是以前国王所穿的衣服，然后他就坐在这个红色的帐篷里面，就是这一个，现在还有保留下来。另一边就是一些文艺复兴的画作了。这个在这里展出来的应该都是真迹吧，应该不是复制品。在16、17世纪的时候，都是这种文艺复兴的画作，全是这种丝绸的巨型的画作，好几面。第2层楼这边除了教堂以外，其他就都是这种文艺复兴的一些画作，整个都是这些画作的展览。这以前的人睡的床也太小了吧？他们有那么小的吗？以前的人那么矮哦。对啊。哇，我们现在要来到了3楼最壮观的一个景点了，这是宴会厅，按照克里斯蒂安4世时起原样重建，超壮观的这个宴会厅，跟刚刚的那个教堂的雕塑是有点相似的。这个蜡烛都是假的火，以前是真的插蜡烛在上面烧的，现在安全起见就都不用真的了。这里办宴会一定是超有面子的，这就是皇室的宴会厅。看这整个墙面的这些画作，它不是画在墙上的哦，这个一样是丝绸的作品，不是在丝绸上面作画的。
远远的看有 3D 的感觉，不是平面的。在当时的技术就已经可以画出这种立体感了。3楼的另外一边，这边主要都是放一些皇室的一些家具啊、饰品、摆饰，超多这个放饰品的小柜子。过来可能就是放一些茶器啊、瓷器的。这一间是国王的房间，刚刚那一间应该是皇后的房间。是国王。国王的床位正对面就是这个花园了。他平常可以走出去外面这边参观一下美丽的花园，这就是国王的住所。这边就是展示20、21世纪的一些现代的艺术作品。这边就不是当初皇室留下来的东西了。城堡还有5楼，但是上去就没有开放了，已经是顶楼了。现在回到了1楼了，就是通往纪念品店。超美的这个皇家博物馆，腓特烈堡城堡。我已经看很久了。对啊，1个多小时了。原本要带大家来这个城堡坐船游湖，但是呢，它竟然在10月23号就已经结束了。我们今天的腓特烈堡城堡就到这边咯。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，麻烦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日后会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哦。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. Bye bye.